只要公主不问我和我的灵脉从何而来，我愿为公主出战青云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，若是我能赢了瑶光山的明线，就请公主撤销我的罪囚身份，封我为仙君。可如果你也输了呢？若此次青云大会，我没有赢过瑶光山的明线，公主可立刻将我处以极刑。我甘愿陨灭元神，魂散六境。夫君，等我和季伯宰成婚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公主，让你起来了吗？公主要拿在下出口气，自然无有不应。难为你如此效忠我叔父，才获得医仙这一职位。否则如今又要在哪里摸爬滚打呀？本公主让你起身了吗？你成为了夫君的医仙后，夫君昏睡的时间就越来越长。说说看，你们的计划是什么？让夫君成为傀儡，然后杀了我？公主想多了。君上身患沉疴，睡息可助他疗愈。你这副永远虚伪的样子，真是令人作呕。哦，不过多亏有严仙君做对比，本公主才发现季伯宰的难能可贵。许他做本公主的王女夫，再合适不过。公主有空与我在这做口舌之争，你倒不如……公主倒不如去看看自己的后院是否起火。什么意思？看来公主好像到现在都不知道，无归海多了个女主人。季伯宰拈花惹草不是一日两日了，这你能拿出来挑拨？公主识人的眼光一向不好，曾经看上我，为我所骗。如今看上季伯宰，你又如何笃定他就是值得信任之人？不是人人都如严仙君这般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本公主看中季伯宰，想许他王女夫的位置，可他偏偏要靠自己的实力呢。单凭这一点，严仙君你的德行就远不如他。他是想靠自己，还是觉得迎娶一个失势的公主毫无价值？我很感激你替吉星渊赢下上境荣耀，助我坐稳寿华胖宫尊者的位子，但于你，于我，这都远远不够。你我二人结下婚盟，有朝一日你能掌管这吉星渊，也未可知。公主啊，我可是拿命托底来跟你做交易的，说了我可是要元神尽灭的，你总不能这么贪婪，还要我的自由吧？我不要你的自由，我许给你权利。自由呢，我现在是有的。
而权力，公主你还没有吧？所以这话从何谈起啊？季贤君，季伯仔，生气吗？我真替你生气。而你与他的婚事也悬而未决，你焉知他不会站在我们这边？如果他站在我们这边，那公主对于寿华叛宫仅有的微弱的掌控，怕是也将失去了。明义仙子。寿华叛宫尊者要见你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时熏婆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是说带我见尊者吗？他人呢？我已经见到你了。寿华叛宫的尊者，天机公主。还不快跪下！你这我也没法跪呀。公主，你帮我来所谓何事啊？明义是吗？哎，我是。本公主命令你离开季伯载。只要你肯走，这些财宝都归你。本公主还赠予你1000两福泽，怎么样？这何必犹豫呢？你想清楚。若你肯离开极星渊，立刻就能获得这些东西。季伯载的风流债呀！哦，或是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，本公主一一为你安排。我想要黄粱梦也没有啊。若是你执意不肯离开季伯载，那你今天可就得命陨于此了。本公主也不喜欢见血，但无奈季伯载对你实在特殊，留下你不行。对，公主好商量，离开季伯载也不是不行。公主，你一定觉得我会这么说吧？诚然，一个男人和这些无尽的财富，甚至性命相比，也没那么珍贵。但是，自从季伯载把我从花月夜那个魔窟救出来之后，我就彻底爱上了他。眼下我对他是一往情深，至死不渝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就死了吧，还能减少些麻烦。小云，动手！第一次拿刀吧，手边痛。来，小样儿，我都看见你了，赶紧来救我呀！季伯载，公主何必吓唬他呢？大人，别怕。天机公主，即便是你，也不能为难我的人吧？还请公主不要拆散我们。季仙君当真决定要维护他了。天机公主，你我之间只是公平交易，
不舍弃他，我先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若是父君一定要为季仙君和本公主赐婚，季仙君还敢抗旨吗？神君常年昏睡不起，寒风君如日中天。如今这吉星宫从上到下，怕是都以寒风君为尊了吧？在下不才，也算是个新贵。旧日的公主，与新晋升的贵客，你说，寒风君会让你成功的拿到这份旨意吗？季伯仔，你不要忘了，是本公主让你摆脱醉囚身份的。是，公主的确与我有恩，但本醉囚并不会以姻缘相帮。我想，对于公主来说，一个能赢下青云大会的斗者，总比找到一个王女夫更重要吧？你说呢？当然，还请季仙君加持。人我先带走了。烦请公主记住，若是有人再敢为难我的名义，即便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一样杀了。公主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他对我什么态度、什么感情都不重要。目前看起来，他还没有投靠叔父那边，这就够了。这位仙君，今日当值的姐妹全在这儿了，你想让谁献艺啊？你们谁是季伯仔的相好啊？据传，曾有仙君在花月夜追赶一名仙子，却被季伯仔出手阻止，说那是他的人。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们谁要是能把那仙子的名字说出来，这些啊，都归他了。这我还真不能确定。这楼里的仙子个个都喜欢季仙君。季仙君的交好实在是太多了，您来的时候想必已经问过福月房主了，他都不知道，我们又如何知道呢？是啊，这如何能知道？是呀，不知道。仙君，不是，你就看这玩意儿啊！这不对付那个东土子对症下药吗？那你不如直接给他下药好了。我倒是想呢，谁让他那么谨慎，从不吃外食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说我了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你的腰伤好点没？我给你的药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哇，还得是我们张台姐啊！怎么还不愿意起来了都？我快救我！我的腰起不来了啊！真起不来了！疼！忍着点，谁叫你逞能的？我以为好了呢。
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呢。昨日有一个客人，他不听歌，不看我，反而来打听那日你被2个仙君追逐之事。他什么样的？挺高，挺帅，挺瘦良。你说这话有什么用？我压根没见到，好不好？他神神秘秘的躲在屏风后，一看就来者不善，所以我就替你遮掩过去了。谢谢你啊。藏得这么严实，他该不会是个斗者吧？他应该是了。这斗者若是擅入外境，要是被发现，可是要送命的。你再帮我揉一下这里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那日他滴酒未沾，但是他咬了一口栗子糕。栗子糕，果然是这蠢东西。我回去啦。真般配。大人其实不用来送的。毕竟是乌龟海女主人的朋友，初次到访，这点礼数我还是能尽到的。不愧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今日甚好。什么甚好？天气甚好。哪里好了？这眼瞧着都要下雨了。我看还要打雷了呢。玉成得手之前，再陪你演演。大人，你说的到底哪里甚好呀？恭贺司徒领仙君新任吉星渊司判堂主事，肃清朗之风，明公正之气，神君庇佑，星辰万古。小司徒，你可算是来了呀！这司判堂，本君代管数月，是身心俱疲。往后可就要交给你了。这茶真苦啊！接寒风君飞说，自是日夜兼程，提前赶到，愿为寒风君分忧。小司徒，你才智过人，满境招考，你可是头筹啊！得你就任司判，定能助本君助吉星渊一臂。后赵自青云大会失踪后，已有许久，我已查明，他与沉渊御司过从甚密，或许他的失踪与沉渊有关。这个可得好好查清楚啊！卧房已经替你收拾好了，你先去歇息。往后需要多少人手，你尽管调派。来，祝你。多谢寒风君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苦啊！什么茶这么苦？唉，又要上工，真是苦上加苦。
殿下，自季伯载赢下比试后，后诏就不见了。我们先前却是从未将这2件事放在一起想过。是本君一叶障目了，一心想着要拉拢他，让他自愿交出手中的黄粱梦，却忘了他既然拥有黄粱梦，那他和薄雨兰的关系一定匪浅。司徒领来了，殿下即将卸任，自然是要办宴请人的，不如就趁明日设宴请季伯载来，且试他一试。若是季伯载与薄雨兰当真有牵扯，那便不能留他了。其实今晚你可以不用来的。韩风君设的宴席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我是想说，前任司判失踪，穆西柏一直代为打理司判堂，今日不过就是一个谢人宴而已。我都上大人船了，大人才跟我说这些，我会以为是担心我出什么情况，跟我提前交代呢。那个新来的司判堂主事是谁啊？说是叫司徒领。哦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也未曾见过，听说就是一个滑头小鬼而已。今日的谢人宴，按理说他也该去的，可他却突然推辞，说什么今日上宫太累，不能饮酒，不能开荤，缺席了。大人也应该找这种借口缺席才是。我不想溜，该面对的事情，怎么都要面对。我懂了，大人就是担心韩风君再给你塞人，才带上我的。是。我不喜欢别人塞给我的，我喜欢自己选的。大人，韩风君来乌龟海的那个晚上，我在大人房间不小心碰到一个盒子，里面掉出一个坏的铁扇子。我就想，那么破的东西，大人为何还留着？啊，难不成是哪个小仙子留给大人的？那是明宪的法器。啊，那大人干嘛收着？明宪战败了，想留着当战利品。其实，他的确如外界传闻一般，是个极具天赋的斗者。甚至我当时觉得，他未必赢不了我。但不知为何，他的灵力仿佛突然枯竭了一般。于是我也难以收回我的灵力，险些将他杀了。幸好，他的那个法器救了他，我便把他留了下来，想着有朝一日，战场再见，能还给他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？你就当没听过吧。他说的不思作为，难道给我下离恨天的人不是他？给我下毒的，如果不是他，那会是谁？到了。
这一杯，我敬继兄。你看，如今在下有人管着，明义不让我饮酒，不如这杯就让明义来带我饮吧。怎么能让严仙君敬我呢？我敬严仙君才是。在下从未见过继兄在外饮食，这是为何？哪能的？我家大人在花月夜每次吃的跟猪一样，你看他，倒是配合一下。寒风君到。恭迎寒风君。不必起身，不必起身。上回不是说了吗？以后你们都像博仔老弟一样就好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都把手放下啊！手放下。今日给新任司判腾出卧房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在后赵原先的住所里，我们找到了这幅美人画像，画得如此秀色可餐，莫不是后赵司判的小情人？后赵不知去向，难不成是和这仙子私奔了？哎，诸位，你们都看看，看有谁识得这位画中仙吗？用什么法术画的？他竟还能动？能被这罕见术法所化，必是特别之人。继兄与哪家仙子都相熟，瞧瞧，可认识他？即便我相熟的仙子多，那也是过去的事了。如今心中只有明义一个人。继兄转了性子，都汇聚内了。这画中仙，可瞧着像是继兄会喜欢的。继兄当真不认识？继兄，要不再仔细瞧瞧？气仙君不认识，那让我来瞧瞧。这仙子当真是风雨啊！哎，让我也瞧瞧。嚯，这樱桃小口，若是能一亲芳泽，当真不枉啊！这神仙妙法，画中仙还可动作。倘若能换些姿势，岂不是更好？丈夫胸中存沟壑，美人一笑总倾城。相与交颈明月夜，念念不忘惹相思。孙仙君，没事吧？酒量不好就少喝点吧。这是谁扔的杯子？你干的？你故意的吧？怎么，觉得自己现在跟对人了，就开始放肆了？你给我起来！季贤君，孙辽也曾与你同台青云大会，你未免过了吧？
怎么我低头吃了半个瓜，就打起来了？好了，季仙君，你如此愤愤不平，是为了身旁家人，还是为了这画中仙？哼。韩风君，都是我不小心把那杯盏给弄到地上，害孙辽仙君出丑了。真跟大人没关系，都是我扰了大家的兴致，还请韩风君降罪。起来，你又没错，为何要跪？韩风君误会了，在下方才所为，无非是为了维护心爱之人。若是日后韩风君遇到真爱，便会理解。无耻之徒，无聊之地，我们就先不聊了。告辞。其实我刚刚是故意的。我知道。那我算不算是惹祸了？大人。别动，不用担心那些。送你回去之后，我还有正事要办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摁的还行吧。明义，别发呆了，玉种有反应了。正好季伯仔出门了，走。这里是之前后山小楼所在的位置。小楼，你放火烧那个？哇，真是烧的影儿都没了。玉虫怎么带我们来这儿啊？什么都没有。好了好了，我来吧。熟悉的感觉。季伯仔把灵犀井藏这儿了。灵犀井？不可能！他真正的实力比我想的还要强，这居然已经到了能把灵犀井化成实地的程度了。真是给自己找了个藏宝圣地。那我都把火给烧过来了，季伯仔他提都不带提的。估计是觉得我们来路不明，不想提前暴露。哎，怎么没提了？不是把我送走了吗？要不是多亏我的聪明才智，怎么会给你这放火都放不利索的破事擦屁股啊？这就是灵犀，这就是灵犀井啊！哇，二七，你现在学会扯开话题了。嘻。玉虫确实感知到了，那说明黄粱梦就在这儿。哎，
办呢？除非跟季伯仔互通神识，否则没有人能擅长他的灵犀技。可你是明宪，6境之中最不可能跟季伯仔互通神识的人。明宪不行，但你现在是季伯仔从花月夜带出来的小仙子明义。你想说什么？6境规矩。缔结姻缘，新婚夫妇需要通过姻缘石结下心印，之后便可共通神识。你还真别说，是个捷径啊，是吧？是吧？简单吧？而且动武都不用动武，打架都不用打架，你就成个婚就可以了嘛，很简单的，相信你易如反掌。等。那理起来简单不？我还要回瑶光山呢，麻不麻烦呢？简单，简单。到时候你俩一议定，划掉名字就可以了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？啊，季伯仔看着可不像会与你成婚，任重道远啊。哎呀，让他带我回乌龟海就很难了，他连公主都不愿意娶，怎么能让他娶我呀？这季仙君，你如此愤愤不平，是为了身旁佳人，还是为了这画中仙？今日宴会的时候，那个木七百，他莫名其妙的拿了一幅画卷，季伯仔还挺在意的。你说我要是帮他一把，他对我那个好感度会不会就……什么意思啊？今儿咱要说的呀，就是那个第13回，俏名义擅闯丝泮堂。走，等会儿，哎，爪子。有法阵，那丝泮堂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的吗？入夜后开启的法阵结界，肯定会让你的离恨花掉落一半。为了一幅画，不值得。既然张台已经提到那个明星多半是跟着我来姬星渊了，那我的行踪也不可能永远瞒得住。我们干脆别让人家白跑一趟，我们送明星一个大礼。明星都来了，咱们干嘛不逃呀？咱躲不了一世，咱起码躲一时啊！你主人还有那么久一时吗？那也不行。第14回，俏名义，富贵险中求。走。不是，什么叫俏名义，富贵险中求啊？富贵险中求，你天天富贵了，我天天险中求，我又往哪里跑？这都是手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追姬境不会出错，明宪一定逃到了姬星渊。但我也不能在此逗留太久，若身份暴露，就麻烦了。主上，还是让我去丝泮堂。如果穆七百设下陷阱，我失手被擒，好过暴露主上与黄粱梦的渊源。穆七百会拿出师傅的画像来，就证明他已经猜到了。若是一幅画像都抢救不得，那我也没必要从尘缘九死一生爬出来，一辈子跪着做个罪囚便是。可我有责任保护你，刀山火海本来就该是我替你续。我出了事没什么，可若你出了事，还有谁能撑着？让我去吧。话那么多，都不像你了。行了，
他那点小伎俩，奈何不了我。我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因为大人呢。天助我也，让他亲眼看着第13回，那比我回去说给他听可直观多了。宴会上那幅画，对大人来说意义非凡吧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就想着，大人收留了我，我总得为大人做点什么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跑过来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那你又是怎么进来的呢？司泮堂的结界法阵，你一个寻常仙子，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了？倒也没有大摇大摆了，但确实是光明正大的。哼，光明正大。大人还不了解我了，大人是从花月夜把我接回来的。就这样，侍卫哥哥，侍卫哥哥，庵堂里有面墙，是我阿爹10年前做工的时候修补的。我跟我阿娘那个时候就来这儿陪他，但那时候我太皮了，我就强行拉着二老的手往那个墙上摁，就留了我一家3口的掌印。但今天是他们2老头1年的忌日，我就想进去看他们一眼。哎呀，然后他们就给我法阵开了一个口，我就进来了。那小崽子干的。小梦，你要是真落在我手里，蠢东西！确保那蠢东西醒来之后回来溜走人。我给他找个伙夫带走。你怎么知道墙上有那东西？靠边啊，根本没有。哦，那他们就信了。哎呀，我就
加了点动作。我稍稍扯了扯衣领，他们还能不行？够了够了，走。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我，侵蚀我的魂魄，直到软弱。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，就算从没有真心对许诺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对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罪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太阳也终将会坠落。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却换